10月15号至16号，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本次会议，并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发布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版，加快推进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重大项目建设。此外，巴方对在巴中方人员近期遭恐袭遇难表示深切哀悼，承诺将全力击凶反恐，强化安全措施。应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于10月14号至17号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23次会议。此访是国务院总理时隔11年再次访问巴基斯坦，也实现两国总理年内互访。访问期间，李强总理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会谈，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陆海空三军参谋长拜会李强总理，双方就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在16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李强总理此访主要取得3方面积极成果：一是巩固中巴全天候友谊，二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三是保障安全合作环境。巴方对中方人员近期遭遇恐袭遇难表达了深切的哀悼，承诺将全力击凶反恐，强化安全措施，全面保障在巴基斯坦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16号，中国和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共有30条，其中不少涉及具体合作项目。其中第9条重申，将按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项目，以分阶段推进项目模式，先行建设卡拉奇至海德拉巴段。中巴铁路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旗舰项目。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已走过第1阶段，主要解决了巴基斯坦的关键基础设施问题，现在已进入第2阶段，其中的关键项目就是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的升级改造。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全长1726公里，纵贯巴基斯坦南北，通过中国新疆喀什与中国铁路网相连接。升级后，这条铁路将从卡拉奇延伸至白沙瓦。卡拉奇是巴基斯坦乃至南亚地区的最大城市和港口之一，而白沙瓦位于阿富汗喀布尔和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中间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该段铁路的建成对于打通阿富汗到沿海地区的贸易通道具有重要意义，也意味着地区的互联互通升级。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战略位置重要，已经有多条国际铁路项目已经建成或正在论证。外界还注意到，中巴联合声明还提到了瓜达尔港，强调其地区互联互通重要节点的地位，重申将继续加快推进瓜达尔港配套设施建设。李强总理此访期间还与巴方领导人共同出席瓜达尔新国际机场项目竣工仪式。值得一提的是，6月下旬，巴基斯坦瓜达尔新国际机场项目培训班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为新机场工作的巴方管理者进行岗前培训。这也是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常规运作方式。此前在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中已经多次实施，缩短了这些项目产生经济效益的周期。在巴中方人员的安全也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4号，李强总理会见巴基斯坦参联会主席萨希尔、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等。巴方表示，深化巴中铁杆友谊是巴基斯坦社会各界的高度共识。巴军方将为推进两国友好合作事业贡献力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在巴中方人员、机构、项目安全。巴基斯坦就是它受到这个整个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安全形势，当然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安全形势
比较稳定的形势下，才能大力的发展经济。此外，16号上午，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23次会议在伊斯兰堡召开，各成员国在发言后共同签署一系列文件。分析指出，在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这次上合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截至今年7月4号，上合组织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发展到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14个对话伙伴，发展成为全球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上合会议也是巴基斯坦多年来第一次主办重要区域会议，其中印度外长苏杰生也罕见访问巴基斯坦，成为国际舆论报道的热点之一。据当地媒体报道，上一次有印度外长访问巴基斯坦还是在2015年，也就是9年前。近年来，事实上拥核的印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导致高层交往陷入停滞。这次印度外长访问巴基斯坦可被视为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一次破冰之旅，对增进双方对话了解有着积极意义，也有助地区安全局势降温。这次呢，应该说是双方有一个缓和关系，能够有一个对话合作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合其实它在这个解决国家争端上是有它的优势和它的历史传统的。国台办16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两岸热点问题。针对深圳卫视记者就美多笔对台军售台价欺诈提问，发言人陈斌华强调，以美只会害台，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近日，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又抛出台独新谬论，国台办连续2日进行批驳，释放何种信号？国台办还回应了哪些关键话题？来看报道。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被爆出多笔对台军售台价欺诈，台防务部门证实确有此事。顾立雄称，美国政府自己也是受害者。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一切损失最终还是要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此次事件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不惜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提款机，被骗后还要替施害者找理由的丑恶嘴脸，可悲境地。相信越来越多岛内民众已经看清，以美只会害台，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国防部15号也就此事回应称，有关报道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极尽谄媚之能事，百般向美国主子求购武器，岛内百姓的血汗钱挥霍了很多，得到的却是一堆破铜烂铁，养肥的是一帮贪官污吏和军火商，这也引发岛内民众越来越多的反对和不满。天价与废旧是美国对台军售的2个驰名商标。从发霉防弹衣到过期弹药，再到价格虚高的导弹雷达，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眼里只有美国利益。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妄图以美谋独，终将自取灭亡。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周所谓双十讲话的内容，国台办16号驳斥道，赖清德将中国与台湾对立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主张。赖清德鼓吹所谓与国际社会合作是要以外谋独，在国际上制造2个中国、一中一台，暴露的是其顽固台独本性，损害的是中国主权，挑战的是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希望国际社会不要被赖清德所迷惑、欺骗，认清其谋求台独、不自量力、妄图挑战2战后国际秩序的真实意图。陈斌华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不过是在变换手法，欺骗舆论，毫无善意可言。外界注意到，这是陈斌华连续第2天就此进行回应。此前一天，他在书面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一篇更具危害性、破坏性的台独自白。
自今年5月底以来，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多次叫嚣两岸互不隶属等台独自白，还大搞绿色恐怖，动辄打压制造寒蝉效应，并进一步勾连外部势力，种种煽动两岸对抗、破坏和平的言行，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强烈批评。近日，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又抛出荒腔走板的台独新谬论，还有一些美西方媒体对这些荒谬言论进行美化、漂白、混淆视听。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连续2天进行揭批，这也成为今天发布会的焦点之一。结合近期大陆使出一系列打击台独组合拳，包括惩戒培训暴力台独分子的大本营黑熊学院等人，释放出的反独信号十分明确。国台办14号宣布，依法对沈博阳、曹兴诚和黑熊学院实施惩戒。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今年6月国台办联合2高3部发布惩治台独顽固分子意见后，再有台独顽固分子被列入黑名单。目前该名单总人数已达12人。但需要指出的是，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并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民进党当局此番言论是故意混淆视听、歪曲抹黑。通过编造所谓大陆威胁、民主自由的虚假叙事，对内欺骗民众，对外贴靠外部势力，掩盖不了他们破坏两岸关系、分裂国家的行径和本质。陈斌华还表示，国台办8月在官网设立针对台独顽固分子的举报邮箱后，两岸民众以实际行动响应依法惩毒正义之举，目前已经收到数百条举报线索。对于群众举报，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认真核查甄别。近期，台湾艺人吴慷仁签约大陆经纪公司，也引发两岸舆论关注。特别其过往有关政治立场的争议也被网友翻出。陈斌华在发布会上强调，只要台湾同胞能够与台独划清界限，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并愿意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都持欢迎态度。分析认为，这一表态不仅为吴慷仁等台湾艺人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也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坚实的政策保障。深圳卫视注意到，第4届 IM 两岸青年影展11号在福建平潭开幕，吴慷仁担任推荐人。根据此前报道， IM 两岸青年影展实现了两岸青年影视创作人的双向奔赴，为两岸影视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窗口。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对促进两岸关系意义重大。11假期，大陆居民团客及个人游赴金门旅游重启，让金门通关大楼再度热闹起来，受到当地民众热情欢迎。陈斌华16号介绍，据悉目前已有数千大陆民众申请办理赴金门游证件。11长假期间，厦金小三通航线因受台风影响停航，10月4号复航后，5号即有120人旅游团从厦门出发前往金门旅游，受到当地民众热情欢迎。这些都表明两岸同胞热切期盼加强交流往来。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不得人心的禁团令，为两岸旅游恢复热络创造条件。实际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主流共识。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举行。据岛内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有意派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陈建仁与会，秘鲁方面对此已经严肃拒绝。据悉，秘鲁日前表示 ，APEC 运作需要会员共识决定，希望由无政治背景者参与，而陈建仁的身份显然过于敏感，因此不便来台递送邀请函，等于拒绝了此提议。分析认为，这样的人选成为台湾方面参加 APEC 会议的代表，显然不是期待两岸和平与坚持9·2共识人士所乐见的，因此被有关方面所否定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实际上，赖清德想派陈建仁出席，就是想搞出格。此前蔡英文时期派出的人士较为谨慎，宋楚瑜也曾出席 APEC 会议，去年派出的则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针对台当局赖清德近期的台独言论，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予以驳斥。那您从中获知哪些信号呢？主持人好，
台当局赖清德最近大放厥词，暴露的是其顽固的台独本性。那么今后如何继续反击台独，维护两岸的和平呢？一呢是继续对各类台独言行进行揭露，尤其是对台湾民众具有欺骗色彩的行为，包括以所谓国安疑虑为由阻碍两岸同胞的正常来往，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剥夺各界民众出行大陆的自由等等。要擦亮台湾民众的眼睛，不能被民进党台当局所蒙骗。对沈伯洋、曹兴诚之流的顽固台独分子要进行惩戒。二呢是继续强化两岸民众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梳理中国内部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信念，无需外人指手画脚，更不容外部势力干涉，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实现台海持久和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呢是对以台制华的外部干预势力进行打击，包括对台军售的外国公司进行制裁。当地时间15号，美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一支美军先遣队携带萨德反导系统的初始部件已于14号抵达以色列，预计该型导弹防御系统即将全面投入使用。中东战火持续延烧，美方说着不希望看到更广泛的地区冲突，但却不断加码提供军援，这会将局面推向何处？来看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声明，14号抵达以色列的是一支由美国军方人员组成的先遣队，以及操作萨德反导系统所需的初始组件。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的美军人员与萨德组件运抵。预计不久的将来，该反导系统将在以投入全面使用。美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出于行动安全原因，美国不会公布具体时间表。按照美军此前海外部署萨德系统的惯例，部署期间该系统通常完全由美军负责操作，被部署国仅提供场地。每套萨德系统需要大约100名士兵进行操作。Have you taken that into consideration? Because that could su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right into the middle of a war. Well, let me be clear again. We don't seek a war with Iran. And we don't want to see a wider regional conflic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Israel in their self-defense, and that message has been clear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这不是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萨德系统。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拜登就曾指示美军向中东地区部署一套萨德系统。2019年，美国也曾在以色列南部短暂部署萨德系统进行训练和演习。萨德作为一种尖端的地对空导弹防御技术，配备最多9辆发射车，每车载有8枚拦截导弹，能有效对抗中短程至远程弹道导弹。公开资料显示，每套萨德系统价格接近10亿美元，并且伴有高昂的使用与维护费用。目前，美国陆军仅有7套萨德系统，每套系统含6个发射装置、48枚导弹及相关通信雷达设备。根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的说明，这套萨德的部署目的是在伊朗于4月13号和10月1号2次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的背景下，帮助以方增强防空能力。伊朗方面回应称，萨德系统在以色列的部署不会改变德黑兰的军事计划。伊朗导弹已经证明他们能够突破以色列先进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而且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再次做到这一点，即使有美国提供的防空系统在场。伊朗媒体称，包括城堡破坏者1导弹在内的伊朗导弹，在10月1号的空袭中轻松突破了以色列号称密不透风的防空系统，而伊朗的城堡破坏者2导弹相比前者拥有更远的有效射程，低空飞行能力强，能在35公里以下的高度飞行。这一高度低于萨德系统的最低瞄准高度，使得其有能力绕过萨德系统的拦截，打击预定目标。还有分析指，伊朗方面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来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系统，那就是以数量博取概率，也就是饱和式攻击。无论是以色列现有的防空系统，还是美方这次部署的萨德系统，其部署数量都有限，且拦截成本极其高昂。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现有的防空系统中，除了铁穹系统单枚导弹的成本约为5万美元外，其他系统每枚导弹的成本都超过200万美元。
美元，而美方一套约10亿美元的萨德系统，一般只包含有48枚拦截弹。相比之下，伊朗导弹库中据信可以攻击到以色列境内目标的各式弹道导弹约有3000枚。如果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打击真的触及伊朗的底线，以色列现有的防空系统很难应对伊朗弹道导弹的饱和攻击。萨德系统的加入呢，其实主要可能就是用来补偿这个以色列在上一次拦截伊朗的这个导弹系统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第一个专业的这种相对远程的反导拦截弹数量不够，第二个在经过一轮的消耗之后，它的库存不足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以色列国防部称，自去年10月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向以色列派遣了5万多吨武器和军事装备。此次部署萨德系统，美国又向中东地区派去了士兵。不仅美国舆论颇有微词，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压力也越来越大。从以军的角度讲，必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在真主党的角度讲，接受了如此巨大的人员伤亡之后，他是不可能放弃反以的这样的政治主张。所以目前来看，双方都没有到达这个就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说这个很遗憾，但是战争会继续下去。现在中东的局势非常的凶险，那您觉得今后中东的出路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啊，现在可能世界上很多朋友都在考虑。我的答案很简单，概括起来是4句话，12个字，即和为贵，忍为高，谈为上，信为先。过去啊，我一直认为这是中美关系以及大国关系的一个出路。那么今天也可以说，这12个字就是中东冲突缓解的唯一出路。所谓和为贵呢，就是从目前的局势来看，特别是考虑到这1年多来中东形势不断恶化升级的客观事态，我们应该立即把停火降温作为最重要的当务之急。有人认为今天在中东谈和平似乎有点空，有点远啊，那么就谈降温嘛。这可能是今天中东可以讨论、可能实现的比较现实的小目标，至少是不要升温。各国都应该为降温而不是升温来做出努力。所谓忍为高呢，就是要加强战略的忍耐能力。世界上这几10年来发展的比较好、走得比较快的国家，都是走的这条捷径。那种穷兵黩武、为所欲为的，都在吃着自己种的苦果。希望今天还在战场上厮杀的朋友们三思。所谓谈为上呢，就更具有着现实性和丰富性的品格。比如我们中国方面最近推动了很多谈判，最近王毅先生就和伊朗、以色列的外长分别都在谈嘛。总之，谈比打好，谈比不谈好，这是今天世界所有纠纷最好的解决方法。最后呢，就是信为本，也就是说，大家谈了呢，就要言必信，行必果。中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诚信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症结所在。中东冲突持续升级，但最近美国似乎有一些矛盾的举动，您对此怎么看呢？如果说俄乌危机是美国一手策划、拱火造成的，而这次中东冲突升级并非如此。它是源于1年前哈马斯的突袭，以及后来以色列毫无节制的报复。恰好美国现在又处于大选的最后冲刺阶段，这就更显得敏感。而且呢，以色列还直接杠上了联合国秘书长以及联合国的机构和规则，引发了100多个国家的一致谴责，这就更使美国在国际上也灰头土脸。尤其是拜登上任之后已经发生了2场大战，这就使得他总体上使美国陷入了2个大大的而且深不可测的泥坑，难以自拔。尤其是这场中东的冲突升级，几乎完全出乎美国之预料，也不符合美国现在的全球战略利益需求。目前呢，美国的困境就在于，无论他怎么掏心掏肺、竭尽全力地展现对以色列的袒护和支持，也换不来以色列对美国的言听计从。因为内塔尼亚胡就吃定了美国，你无论谁上台都不能不支持我以色列。其实以色列对美国这种不服管教、恣意妄为、自行其事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在以色列的眼中
美国已经没有力量能够为以色列安排出一个和平安稳存在的环境。美国连自己国内的事情都摆不平，在俄乌等地缘冲突当中表现出的那种首鼠两端，又想吃又怕烫的窘境，面对重大事态时候的那种进退失据、色厉内荏。所以呢，以色列干脆一方面借助近日美国大选期间，美国两党反正都是自顾不暇，又不能不支持以色列，而另一方面就我行我素，以分家单干的姿态，把美国干脆甩在一边。15号起，美菲在菲律宾多地持续启动了10天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及地点透露哪些信息？为何菲方特意强调演习不针对台海？与此同时，菲律宾近日再炒撞船事件，中方第一时间还原真相，如何打脸菲方猫腻？为何说菲律宾纠集域外势力插手南海不得人心？来看详细分析。据菲律宾海军陆战队15号发布的消息，本次演习代号为海上战事合作，共有超过2000名美军和菲方士兵及人员参与。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和韩国也派人员参加。相关演习预计持续10天，演习主要在吕宋岛北部海岸展开，内容包括2栖登陆、实弹射击以及人道援助演习等。位于菲律宾西部的巴拉望岛也举办了部分演习，据悉包括2栖登陆、防御化学和生物武器袭击等。外界注意到，本次美菲的军演地点相当敏感，特别是吕宋岛北部与中国台湾岛仅隔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岩海峡3条狭窄水道，直线距离仅800公里。去年，菲美达成相关军事协议，将美国在菲军事基地增至9个，其中新开放的4个军事基地中有3个位于吕宋岛北部。而今年4月，美国以演习名义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此后美菲双方多次延期中岛系统的撤离时间。此外，本次演习也北至巴坦群岛，该群岛作为菲律宾最北端，与中国台湾兰屿隔海相望，最近处仅99公里。5月，菲国家安全顾问阿诺证实，已在相关岛屿建立监控海上情势的海岸警卫队哨所。同期，美国高调声称，已在该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巴坦岛进驻工程兵，对港口进行清理升级，为今后停靠大吨位舰艇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以来，美军已连续2年借联演在该岛实施空降突击训练。不过，菲方演习负责人布兰科15号在记者会上特意强调，相关演练并不是针对台湾。美方演习代表格伦则补充，演习旨在帮助美国及盟友应对任何危机或突发事件。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铎日前撰文指出，除菲律宾外，没有任何其他东盟成员国和美国有着如此紧密的战略捆绑。菲美同盟的不断强化和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周期性摇摆，正使它成为东盟国家中的一个另类。从东盟的其他国家到东盟的整个组织，他们呢其实并不太愿意介入到个别国家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就是他们不可能为个别国家的主权声索去站台背书，也不希望呢在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的主流当中卷进去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尤其是呢域外大国的介入，这个介入呢不仅把整个的地区局势会搅乱，而且呢它还会冲淡东盟在整个地区当中的主导地位。近日，菲方再炒作一艘菲律宾渔业部门船只和一艘中国的所谓海上民兵船在中业岛附近相撞，并批评中方船只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道出实情，菲方公务船在中国管辖海域以危险方式航行，并与在该海域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发生擦碰。菲方上述行为侵犯了中方主权，严重威胁中方渔船和人员的安全。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海上民兵船的说法是菲方一贯以来的炒作话术，意图就是通过虚假叙事抢占所谓道义舆论制高点。相关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实际上，菲方多次将所谓平民作为肉盾实施非法侵权活动，包括派遣所谓渔船向仁爱礁、仙滨礁非法滞留船只运补物资。今年5月，菲方还派出5艘商业渔船，携带约200名渔民驶向
向黄岩岛周围海域蓄意碰瓷卖惨，结果中国海警早已在黄岩岛海域严阵以待，菲方闹剧最终以失败告终。对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持召开了国防和安全会议，以应对韩国无人机渗透平壤一事，您怎么看呢？其实，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召开国防和安全会议，包括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杰、朝鲜国防相鲁光铁、朝鲜国家保卫相李昌大分别就此做报告，以及朝方将这件事情定性为韩方的战争宣言。同时还制定了当前的军事行动计划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朝方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而且可以看出朝方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这类事情的再度发生的决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朝韩双方相互越界散发传单的事件可谓是屡有发生，屡禁不绝。为什么朝方这一次要大动干戈呢？我认为这首先是因为过去70多年以来，朝韩之间的博弈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体现在军事层面，但其真正的本质其实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博弈。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纷争不仅是朝韩博弈的原点，而且过去70多年以来，朝韩双方一切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维护各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且在这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博弈当中，韩国以及支持韩国的后台老板美国一直是处于强势地位，带有非常明显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也就是一直在企图颠覆朝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朝鲜则处于相对的守势地位，或者说朝鲜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朝方看来，韩方越境向朝鲜散发各种各样的传单，不仅仅是侵犯了朝鲜的主权，更是对朝鲜的一场意识形态侵略战争，是在处心积虑地企图扰乱朝鲜国内的民心，阴谋颠覆朝鲜的政治制度和危害朝鲜的政权安全。这对于朝鲜来说，不仅是一个高度复杂敏感的问题，而且是一条绝对不能碰触的底线。其次，跟过往的越境散发传单行为相比，韩方的行动出现了明显的升级趋向。过去韩方散发传单的载具用的一般是本身没有动力装置，只能随风飘荡的气球，而且气球上装载的除了一些美元和食品之外，还有一些攻击朝鲜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品。但是这一次，韩方居然用的是带有动力装置、可以操控方向的无人机，并且3次飞越了朝鲜的首都平壤。大家知道，只要无人机装上了炸药，它就变成了一个进攻性的武器，这是朝鲜感到自身安全受到了严重挑衅的重要原因。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根据朝方的说法，韩方这次还用无人机投放了充满煽动性的政治谣言。也就是说，朝方最为在意的不仅仅是韩方投放的政治传单，而是旨在扰乱民心的政治谣言。除此之外，更加让朝方无法接受的是，韩方居然将这种侵犯主权与挑起意识形态侵略战争的行为定性为了民间的自发行动。